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跟会员分享周末复盘的时候，添加这些缠论原文的一些段落的品读，或者说它是课后的一些回复。主要目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在开始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很多人提的问题都非常基础，就是说不知道缠论是什么，然后对很多简单的概念都不懂，所以说我才在这个会员专享的这个，因为时间比较充足嘛，因为平时解盘的时候时间都非常紧，如果说视频太长的话，就很少人去观看，即使是现在的话，我的视频观看量也非常低，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因为我做这个频道，从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会员专享的视频里面也提到过，对吧？我做这个频道，其实很多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缠论，学习这么好的一套理论。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如果说呀，你看现在这个观看量大部分的观看量只有几十个点击率，好一点的可能像直播的那种有100多、200，这个点击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说你想靠这么几十个的点击量，靠这个赚广告收入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对吧？而且我即使是有会员的这个，也是每个人只有一个月只有$1，对吧？所以说不为了靠这个赚钱，如果说真是靠这个赚钱的话，我就不会做这些视频，这个是不可能激励你去长期像我从开始做视频到现在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是想坚持下来。如果说是为了这个的话，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那么为什么我还能坚持继续做呢？虽然说我现在做的这个频率没有像之前我最开始做的时候是每天都有这个每天的盘中解盘，然后周末的复盘，力度是非常大的。之前现在只是周二、周四做一个盘中的一个解盘，然后周五的时候做一个直播，然后周末的话做一个跟大家会员做一个分享。之所以还能够激励我继续做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其实是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尤其你炒股时间比较长了之后，你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啊、理论啊、系统啊。当你想跟其他人有类似的，或者说有相同的爱好的时候，如果说你把炒股也当成一个爱好、兴趣的话，你想找到一个类似的人，或者说在同级别的交流的这个人不容易的，在现实中想找到这么一个环境是不容易的。然后你又能巴巴的说上40-50分钟，那就更难了。很多时候你可能说2句话，对方可能就没有兴趣听了。然后如果说又能交流起来的，那就更难了。所以说，在现实中想找到这么一个环境，能够去梳理自己的这个想法，又能够这个强迫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没有人强迫我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的。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因为我对我自己肯定是有好处啊。我在梳理我这么多年学习下来过程中，可能有很多疏漏的地方，然后有很多盲点，对吧？有很多瓶颈，这些你如果说你不花功夫去仔细的分析它，仔细的去把这个盲点找出来的话，你想提高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油管频道的话，给了我非常好的一个渠道。那么我通过在给大家做这个视频的过程中，以及在周二、周四做解盘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很多我自己思维上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就是呃，很多时候在做交易的时候，不靠想了，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肌肉的记忆。你如果说能够达到一个肌肉的记忆的话，那么你基本上你的理论也好，或者你的实战的操作的话，基本上到一个差不多的位置了。因为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去想啊，这个位置应不应该买啊，应不应该卖啊，然后又思前想后的，你可能瞅一眼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这个绝对就是长期的锻炼下来的，你会形成一个肌肉记忆。这个的记忆比你去，因为那个反应是当下的，是计时的，对吧？这个其实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做这些视频对我个人肯定是有好处的，
要不然的话，我天天为了那么几个点击量，我每天做这个视频几十分钟，有的时候那个长的话可能要做1个小时，你不可能坚持下来的。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跟你们其他人也是一样。如果说你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渠道，其实我也建议你们去做视频也好，可能不一定要做油管，可能其他的一个什么渠道能够让你自己去梳理你对你平时过去的这一周可能犯下的一些问题错误，有这么一个梳理。复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渠道，然后让自己静下心来，去做一个复盘，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的话，今天简单的多说了一些我自己做这个频道的一个初衷吧。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起码让我自己的思维上，我的这个条理上更清晰了，在做交易的时候，会少犯很多错误，所以说我还会坚持做下去，直到我某一天不想做了，对吧？所以说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看的这个禅师的文章。今天这个文章呢，不是，就是说是教你炒股票第22课，将8亿大米装到5个庄家肚子里面这课的课后回复，不是这课的文章。这课的文章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类似一个小说一样。禅师讲了一下，他的一个交易过程，利用一个讲故事的一个方式，对吧？毕竟很多人会套用他现实中的一些例子，但是他为了免除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所以说当成一个故事讲。那么我们就看一下禅师在这一课的课后回复，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或者说重要的内容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是首先看一下他在这课的一个课后回复，提醒一句，自己学了，自己去找股票。现在低价股满地机会，很多方法都可以派上用场。再提醒一句，第三类买点最有效的就是在最底部那个中枢产生的，因为即使变成较大的中枢，问题也不大。而在日线上出现第二个以上中枢时，就别用什么第三类买点了。那时候完全可以用低级别的第一类买点找到中枢震荡的低点，特别是第二次下单的低点。例如说上面的600428这种买法在这种情况下更有效。关于买法的选择问题，以后都会说到的。注意这里的逻辑关系。首先，买法都要绝对安全的，在绝对安全的基础上选择更有效的。最后提一个思考题：任何中枢上面都一定有第三类买点吗？如果没有，请举例子，并且是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逐句的再说一下。首先，他说第三类买点最有效的是在底部那个中枢产生的，对吧？比如说我画一下这个例子，下面是第一个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然后这里面的三买呢，这是第一个三买，对吧？所以说，最有效的三买是哪个呢？是最底部那个中枢产生的，是第一个中枢产生的。那么第二个中枢的时候，你就这个三买的时候可能就不要了。这个小三买的时候，就是说，C 段的时候，这个三买可能就不要了，因为是尾段的嘛。所以说你要买三买的时候，是下面有中枢的时候，然后一次回撤的时候是要这个三买。这是我们就抛开级别不讲，对吧？任何级别上都是一种方法。你不论你用的是小周期的5分钟、15分钟、60分钟，甚至是日线，对吧？所以说不论哪个周期都是这样的，是选择下面第一个中枢的三买，第二个中枢就不要了。那么等待出现第二个中枢的时候，就别用什么三买了，这个时候要用低级别的第一类买点，找到中枢震荡的低点。什么是第一类次级别的或低级别的第一类买点，找到中枢震荡的低点呢？就是这里有中枢震荡，第二个中枢了，你就别找什么三买了，找它的中枢震荡的低一买。这里有3笔一个中枢震荡，那么在第3笔这里，或者说第1笔这里也可以，你去它的次级别找它的一买。那么次级别的一买，那就是有2个小中枢的一个趋势下，对吧？这样的话，这个买点，也就是说它的次级别的趋势买点，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这个买入，这是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特别是第二次下探的低点，对吧？第一次为什么说特别是第二次下探的低点呢？因为在第二次下探低点的时候，它有希望可以形成离开段，因为离开段的话一般是单边段，对吧？那么也不是说就一定是第二次，它也可以是第三次再上去，对吧？也可以是就之后的每一次下探都有可能，但是是3、5、7都有可能。所以说，为什么是这个第二次或第三次？如果说用那个构成段的话，1、2、3，这是第三段，然后4、5，所以说每次下探的这个位置都有可能形成这个离开段。所以说，为什么禅师在这里说是第二次下探的低点，对吧？然后他还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任何中枢上面都一定有第三类买点吗？如果没有，请举例子，意味着什么？不一定啊，对吧？不是中枢上面有第三类买点，它可以有第三类卖点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趋势上，然后它可以这样，然后啪直接打掉这个中枢，这是这个中枢的位置，直接打掉它。那针对这个第二个中枢，它的上面就没有第三类买点，它可以一个反弹不回到这个中枢，形成一个三卖。直接走反向，可以在这里构成一个中枢，然后第二个，然后再打一个小低点，对吧？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这个趋势下，这样的话就是左侧一个趋势下对应右侧一个趋势下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个中枢的话，它就没有300，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说第二个中枢上面没有300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走反向了，对吧？这就是这个，当然了，它也可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中枢，然后上去，哎，回来没有300，直接拉回来了，它也可以在这个中枢这里继续震，对吧？可以震出9段来，9段之后它升级了，那么前面这里都变成进入段，这样的话它也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如果说没有300的话，那么就偏弱了，就看它是选择回拉之后继续震荡，还是说要形成反向走势。网友跟帖，请问谄媚，怎样在盘整上看出所谓的控盘，对吧？很多人也很希望看，哎呀，这个股票有没有庄家呀，有没有控盘？看禅师怎么回答。禅师回复，长庄和短庄当然不一样，长庄在推升前期基本不会拉什么大阳线，特别是通道式的上升那种，一旦突破通道上轨就会出现调整。短庄是快，基本上就是3段，拉一段歇一下，再拉一段就收工。对大点资金来说，都跟短庄是不切实际的，只能小部分参与其中。特别是现在越来越集团化，以后短庄会越来越少。它这里是以庄家的这个作为例子，其实就是3段嘛，对吧？一般就是1、2、3，哎，你发现这个1、2、3段之后，尤其第3段没有第一段的力度那么强的话，那基本上它可以结束了。尤其那种盘子不太大的一个股票里面，如果说你喜欢玩那种动能非常强的，每天只做日内那种的话，你会发现可能3段之后它就没有下文了，可能直接再拉回到砸回到这个起涨点也是非常正常的。很多那种现在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 GameStop， 对吧？也是 GME 那种图形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就是3段的，都是三段上，然后又回3段，然后这种三段的特别多。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习一下波浪呢？你把波浪跟缠论结合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就是这种3浪啊，然后5浪啊，然后也回拉5浪，对吧？全是3和5的一个结合。前面这里它可以任意形式结合，可以是3+3，可以是3+5，可以是5+5，对吧？都是以浪形这种结构来完成的。所以说，这为什么我们把缠论跟浪形、跟波浪理论结合起来一起学习、一起用的一个原因。网友跟帖，这个他问的股票最近一直在升，突然来2个黑家伙，是转折还是背驰？搞不懂，以后会怎么走，对不对？他问这只股票最近一直在上涨的过程中，一直在上涨的过程中，然后突然一个大阴线可能是砸下来，或者说这种，他问是转折还是背驰，对吧？很多人会有同样的问题，这个股票突然走的挺好的，然后突然开始下跌了，是不是要转折了呢？禅师回复：
上涨的背驰都是在上涨中看的，跌了那么多还讨论什么背驰？如果你资金量不大，特别又是权证，根本没必要看太长的图。利用这次3元上在15分钟图上的背驰这么明显，为什么不走？请记住，最好的当然是卖得准，但如果不能，宁愿卖早了，千万别卖晚了。另外，如果技术不过关，尽量别碰快到期的权证。权证的话，这是在中国早期的时候，这些可以当天做日内交易的这个，就像去前那个 option 一样，对吧？很多在美国的朋友都非常熟悉玩一些 option，或者说3倍的、5倍的这个 ETF 这些衍生品。那么在美国或者在欧洲都很普遍，但是当时在中国的话，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难接触到这个的，毕竟它的风险很大，不像股票。所以说你在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玩这个3倍的 ETF、3倍的衍生品，那么你看3倍的，因为它的耗损是特别大的，所以说你尽量不要看那个周期特别大的，你可以用60分钟、30分钟，甚至更小周期去交易。你做日内交易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想长拿的话，那么它又有杠杆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在震荡过程中的时候，你长拿一个期权的话，那或者说这个衍生品的话，其实是损耗是非常大。什么时候可以那个长拿呢？就是它单边段走单边段的时候，这种你长拿的话问题不大，因为它的上涨把它这个大于它的损耗，那么这样的话你是可以长拿的。所以你要能够判断出来，你要交易的周期，在你所交易的周期，你要吃一什么段你要吃一个震荡段还是要吃一个单边段对吧？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知道你可不可以买那个期权，或者说买一些这个衍生品。很多人不懂，那么就会造成很多问题。所以说，禅师在这里也说了，如果说你这个请记住，最好的当然是卖得准，对吧？你卖得准，你一卖就下跌，你一买就上涨，那肯定特别准了。每次都操作在拐点上，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宁愿卖早也别卖晚，对吧？你赚钱，尤其是在你赚钱的时候，宁可卖早一点，比市场早一步，但是也别卖晚了，对吧？你可以比市场早一步，抢跑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买的时候，那你就稍微要比市场慢一步。市场选择了，你才开始进场，你才开始做应对，而不是说你要抢跑，这是有区别的。买和卖是有区别的。网友跟帖，另外一个问题，你常常说打短差，怎么样才能做短差？我真的不大懂，请指教一下。展示说，大把股票有第三类买点，特别是散户，一般第三类买点突破都有至少20%以上的涨幅。各位等30分钟背驰出来，就换别的第三类买点，这样来回几次，资金利用率就高了。没必要跟着本 ID 打仗。当然，本 ID 打仗，各位可以观看现场直播。如果想要，你低位就拿着，那就继续拿着。否则在目前的位置就算了，本 ID 又不是庄家，更不需要别人搭轿子，更不需要别人抬轿子，各自觅池去，把第三类买点的操作用熟，终生受益，对吧？但是在他的文章里面，其实经常说我们小散户应该多做3类买卖点，而不是说去做中枢震荡，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资金量很小的时候，你去做中枢震荡的话，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那么，有3类买卖点的话，你做一个股票池，对吧？你选出个10几、20只的股票，然后各个级别的，比如说你经常操作的30分钟、60分钟的级别，甚至是5分钟、15分钟的，如果说你有能力做更低周期的级别的话，那么把这些周期的图形都找出来，然后可能快要出现那个三买或者三卖的时候，你把它们找出来，然后来回换。这个三买吃完了以后换另外一个，比如说三买出现之后，它出现背驰了。因为我这个画的这个第3段和第1段的话，没有明显背驰，它可以有4和5。你发现第5段跟第3段有背驰了，那你就赶紧全部卖出，然后再换另外一只股票，就后面的不做了。你不管它后面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再继续往上震，就是说它不要你不要到后面了，不参与了，不参与震荡，这就是这个操作方法的一个要点，只吃第3类，就出现了1、2、3。然后出现背驰了，就立刻卖掉。如果说，那个1、2、3不背驰，你就多拿一拿，吃个4和5，对吧？那么有一些例子，走的比较强的，出现
7浪或9浪的时候也有，但是那种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无论怎样的话，是只吃单边段或只做单边段而不参与震荡。这其实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说过很多次，建议我们小散户。但是呢，这个方法其实对操作这个你的经验啊，你的选股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一旦你这个三买或三卖买错了的话，对吧？你这个三买你买进去了，打个比方，一个上一个回撤的时候，你这个位置，比如说到了0.5的位置，哎，你觉得这个位置你分析，基于你当下的一个理解、你的能力、你的经验、你的知识，你觉得这个位置是三买了，你咣叽进去50%仓，发现哎买错了，买了一个它下跌没结束，你买在了这个可能半山腰，甚至是又把前面那个低点打掉了。这个位置就尴尬了。你说你是止损呢，还是继续持有？那可能它会一直下跌，一直下跌，对吧？所以说三买能不能够买？可以，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三买。那么，这就是对技术要求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我喜欢做的是二买呢？因为二买的话，它是有一个参照物，前面有一个一买给你参照，那么这里头都是二买，对吧？你可以以前面这个低点这个位置作为防守位，你要么呢就是打掉这个前面这个低点的时候，我可以去看一下它这里有没有背驰。如果说没有背驰的话，又破掉一，再看一下它当时下跌这段的一个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的一个力度。如果说力度很强的话，那就是以前面这个一买这个位置作为止损位，对吧？你如果说不止损的话，它一直很快速的往下杀，那么你后面的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用二买进场的原因，因为你有一个防守位。你如果说一旦用三买的话，那你如果说防守不够好的话，它就直接又回到中枢震荡了，对吧？我下面是这样，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潜在的一个三买，你一旦买错了的话，它就回到这个中枢震荡，因为禅师是不建议做中枢震荡的。所以说，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中枢啊是在这个底部的第一个中枢，那也没有太大关系。毕竟它这个是下面有一个大中枢在这里做震荡，损失也不会太大，你可以继续在这里耗也没有关系。但如果说你这个中枢是第二中枢的话，那就惨了。如果说这个潜在的，你如果说想进这个三买的话，然后你判断不准确，它完全可以杀破这个最后的大 B 中枢，然后直接一个弱反。这个三卖你如果说都不敢卖，因为这个止损，你像这个位置你进的，你想在这个位置卖出去，那这个损失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这个三卖你如果说都不敢割肉的话，那它完全后面可以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下跌呀。所以说，为什么说第二个的三买或者说三卖不去参与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它完全可以走反向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因为它已经是前面是有一个，比如说是这样，前面有一个那个下跌，然后一个反弹，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我这个位置想做三买，因为它下面有这么一个中枢在这里，然后呢，在它之前的走势又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下跌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说明这是有机构开始往里进了，对吧？这种三买你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就是前面一定是有过一段非常长期的下跌之后，走势非常饱满的下跌之后，你再进的这种，然后又形成了一个中枢，这种情况下进，远比你到第二个中枢再去追的那种成功的概率要高，晓得了吧？所以说也不是什么样的三买在底下都好。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中枢，有两个中枢，然后在这里夸夸夸夸夸，在这里横了好长时间，然后呢，这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潜在的一个三买，这时候我也不进，为什么呢？下面这个中枢如果说又是一个9段的话，那么完全是可以从这里全是进入段，然后震出来一个9段的大中枢，它完全是可以这里再拉回来，直接杀掉这个中枢，然后往下走，在下面再盘出来第二个9段中枢也是可以的，晓得吧？所以说这个盘整的时间不能太长的，太长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前面所有的都变成进入段，这些所有都变成进入段，然后直接在这个砸掉这个中枢，开始走离开的。好的，那么的话，这是这个这个回复，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网友跟爹谄媚啊，大盘会不会跌破2600？这是俺最害怕的问题。禅师回复：思维模式错误，不要预测，关键就看其表现。唯一可以100%断定的就是走势完美。
所以在第二段的高位就要走人，走了以后再等待买点的出现。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原则，如果你是周线操作、周线级别操作的，就可以利用这打短差，不存在走的问题，对吧？所以说，禅师在文章里再次多次强调不要预测。很多人就喜欢预测，因为预测是最简单的呀。哎呀，今天涨，明天跌，然后这个怎么样怎样怎样，就是，这个能够，因为股票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你稍微懂一点的人，哎，稍微看两本书，或者说在网上找点资料的人，都能说出来。哎呀，这个均线怎么样，那个 RSI 那个又这个超买了，那个什么什么又背驰了，又哎呦能说的，这个天花乱坠的，对吧？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很多人，你看那些股评那样，他为什么去做股评，不去自己去实际操作呢？你既然这么牛，看得这么准，对吧？你为什么要在那里做股评家，或者说你去这个很多分析师，那些分析师为什么不去自己去这个炒股去，或者自己交易的，而去给公司做分析师呢？就是因为它难呢，就是因为分析是容易的，我怎么分析都行，一只股票，我说它好也行，说它不好也行，怎么分析都行，这都是预测呀，对不对？那么落实到交易上的话，你如果说你用你的预测思想的话，你是会错的一塌糊涂。网友跟帖，楼主像我这样是上班族，自己认为短线技术也不好，所以计划等变天后再跑。毕竟我现在的盈利就有一大截，不会一下就跌到我的成本价上。再说出来也不知道新买的就一定比手上走得好。禅师回复说了 N 次了，走人一定别怕走早。如果你判断不过关，宁愿走早，千万别走晚。有钱还怕发现不了新的机会吗？是不是？所以说你一旦赚钱的时候，就是说您不要怕卖错。很多人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敢卖呢？这就是其实你的贪念阻止了你的交易，对吧？很多人下跌的很多的时候不敢买，就是恐惧阻止了你嘛，对不对？就是人的贪嗔痴疑慢。所以这些人性的这些问题里面，你要怎么去克服它？那么这是我们需要长期需要锻炼和学习的一个技能。网友跟帖，楼主，如果我以日线操作，是否应以30分钟线来规避短期风险？回补时是否也应在30分钟线上找相应的买点进入，或者或者可在更次级别买点回补？禅师说可以，但如果急速变动中30分钟太慢，可以看1分钟或者5分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多个周期结合起来，你一定不能够只盯着一个周期。你想发现这个更细微的变化的时候，一定要降低到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所以说，你要懂得切换，你懂得变频，不能够停留在一个频道上，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切换，对吧？这是这个禅师告诉我们，在急速变动的过程中，你要看1分钟甚至5分钟的图形。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禅师在这一课的这个客户回复，很多内容，对吧？很多知识点，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个看一下。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平时做的这个复盘，先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个经济数据。下周的经济数据非常多，而且是相对比较重要的。那么周二有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周三原油数据，周四 GDP 数据、就业数据，周五 PCE 数据。相对重要的就是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对吧？因为是跟通胀相关的一个数据。但是呢，下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英伟达财报。英伟达财报在2月26号盘后，也就是周三盘后有英伟达财报。那么看一下下周英伟达的财报和这个 PCE 数据双叠加，看能不能够给大盘带来一些什么惊喜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惊吓。那我们就持续跟踪，这些时间的话都是美东盘前时间，对吧？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标的。今天我要多分析一个这个巴菲特的这个公司，也就是伯克希尔哈萨韦。他今天出的财报，因为巴菲特的公司都是周末出财报，他不是像很多其他公司是在周中，对吧？是在工作日出财报，他是在周末出。我们今天看一下巴菲特，也很少分析，
今天看一下它的股票图形。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巴菲特的这个图形，然后再分析一下其他的。很少分析，但是我们好像之前聊过一次，也是在会员专享里面。看一下这个图形啊，我现在看的这个是伯克希尔哈萨韦的 B 股，它也有 A 股。那么 A 股的话的那个它是从来不分红的，你会发现它那个图形，它那个价格都几万美元的那个一股，所以一般人是买不了的，大部分人都买的是它的这个 B 股。那么它这个 B 股的话，图形是只是在1996年才开始有的。那么它是现在看的图形呢，是季度的这个大周期，大周期上结构非常简单。下面有一个大的季度的中枢，然后呢，从这个价格是44.82开始上涨，你会发现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下面有个大中枢，然后开始离开，然后这个离开段还没结束，竟然是一个没背驰的1、2、3段，你发现没有？然后今天出的这个伯克希尔哈萨韦的财报呢，说什么呢？我给大家简单说几个数字。首先，截止到12月31号，其权益投资的总公允价值71%集中在了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雪佛兰和可口可乐5家公司上。它的71%的价值在5家公司上哦，看到了没有？巴菲特的公司这么大的体量，但是71%的仓位都只在5家公司上。你看看你自己手里，你自己的资金量跟它的一个比较，对吧？你能不能够做到精选股票，少拿几个股票？好多人那个资金量并不大，手里10几个股票哦，什么涨都跟他有关系，什么跌跟他都有关系，对吧？所以说，手里的股票一定不能太多，一定不能太多，要集中。但是也不是说让你每一只股票都全仓干进去，但是呢，前提是你要对你交易的品种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么，巴菲特之所以敢于这么大的体量，71%都集中在5只股票上，因为他已经做过深入的调查、深入的理解、深入的这个，才能够敢于集中仓位在几只股票上。对吧？我们要学的是这个，而不是说重仓位，自己也不懂，然后去玩一些这个毛票，对不对？或者叫港股里面叫仙股，那这样的话你会死得很快的。所以说要敢于重仓，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自己做研究、做调查之后才是。所以说手里的股票不能太多，太多之后的话，你去想这个根本看不过来，根本盯不过来的。好的，这是简单说一下，巴菲特他现在这个仓位的持有量都在哪几只股票上。那么看一下它的图形，三段对吧？那么我们之前或者经常看，因为会员朋友们应该也经常看我的视频，应该知道这三段的话，我们就要观察这个123.55上涨这一段有没有结束，对吧？只有这段结束了，才有可能回落，对吧？我们交易做的钱，你要赚的钱是这个走势类型延续的钱。那么如果说你做多的话，就是上涨延续；如果说你做空的话，就是下跌延续。只有这个走势延续，你才能赚到钱。所以说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这段是不是要延续，因为它没有出现新的一段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够说它结束，它就可以延续。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周期以及它的次周期或者它的其他周期的一个图形来辅助判断，哎，我这段这个内部结构是不是相对饱满了、充分了，能不能够结束了，对吧？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是不是要开仓进场继续做多加仓，还是说我这个位置，哎呦，内部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了，它可以出现转折了，或者说这个位置相对比较高了，我是不是应该全卖掉？是不是应该减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这个多周期。那么现在在这个季度这个大周期的话，现在最后2个季度，它 K 线是形成了包含关系，是这么一个 K 线。所以说它是经过包含处理的话，还是没有顶门型。想要出现季度顶门型，要打掉上一个季度的低点，也就是437.9。当然了，它也可以再次突破491.67，这样的话，这个季度上就继续向上延续上涨，
那么在季度上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信息，我们这里就要降低周期，看一下从123.5的次级别，那就是月线上，季度的次级别就是月线。那么月线上的话，我们看这个我刚才在季度上高量的这段，这是起涨点。那么这是一个1、2、3、4、5段，哎，或者说5浪，你发现没？即使是这么大体量的一个盘子，它能以浪形的模式来，即使月线上都能走出浪形的这种模式。这是长期说的，我们要选好了标的之后要长期持有的一个原因。你不长期持有的话，你根本吃不到啊，对不对？你可能只吃一段，那么你到后面去卖了就不看了，不盯了，对吧？很多人的交易是不连贯的。卖了之后，一旦你选择好的一个标的之后，你这个位置卖了之后，假设这个周期是日线，或者说60分钟或者小周期的，你这个位置卖了之后，你要一直盯着它，要跟踪它，买回来找位置买回来的。它下跌结束之后，你要买回来的。对，你要如果说不关注它，你买不来，后面这些跟你都没关系啊。你可能发现它的时候，可能已经在这儿了，你咵一追进去，然后一个大的回档，你有可能搁在这里。所以说，自己已经选好的一个标的，要长期跟踪它，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吃到更大的利润。这就是长期持有股票的一个好处。而且它，这个股票应该有分红的，这也没有哦。那看来巴菲特真是，因为他那个 A 股那个我知道是不分红的，因为他这个 B 股也是不分红的。那么你买他的股票是吃不到红利、吃不到分红的话，那你就只能吃它这个股价上的一个上涨，对你来带来的一个盈利了。那么现在在月线上也是一个5段，那我们一样的看一下第5段是不是要延续上涨，把第5段给它高亮一下，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周线，对吧？月线的次级别就是周线。那么周线上还是浪形，你就发现巴菲特的股票多牛。1、2、3、4、5、6、7、8、9，已经到了第9笔了，而且现在这个周期还不是什么小周期，是周线上的这段是月线上的第5笔，就是月线上是一个1、2、3、4、5，然后第5段里面的小周期里面的第9段是这么一个结构，你说它这个生命力有多强吧，对不对？所以说呀，现在我们关注重点又变了，就看它周线上的第9段的内部，看看它的内部是个什么结构。就是说，我现在要关注第9段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了，还是说是做完中枢之后再继续上？因为它现在是以浪形的模式可以往上走的嘛，当然也可以是走反向，对吧？也可以走反向。所以说这个位置，因为它又离这个历史高点非常近，很容易形成一个拐折的一个位置。那么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从440这个位置的话，现在是日线上3段，很清晰的3段3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力度。现在是没到等比例，等比例在489，然后现在已经出现了日的顶分型了。那么它的内部的话，次级别你发现这里是有回落的，对吧？现在应该是一个类似一个小4浪的一个回落，在次级别里面，1、2、3、4，它可以再打一个小高点，可以再往上冲一冲。但是呢，明显的弱，明显比前面这个回落的这个力度要弱，就上涨的这个力度比回落的力度弱，那么这个位置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卖点，会形成一个日线的一个不是日线，周线的一个二卖，这个位置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日线的二卖。那么你可以再等它往上冲一冲到489附近卖也可以。如果说你看它这个 MACD 表达也是比较弱，看到没有？因为这个3段明显的第3段面积比前面的要小，但是呢，这个 MACD 是比上面高的，没有明显的背驰。因为一般双背驰的话是最好的。什么叫双背驰呢？就是快慢线的高度也比前面的低，柱子的面积也比前面的小，这叫双背驰。但是它是只有柱子的面积比前面小，就是这3段比较的话。所以说，它这里如果说它的小周期，这里如果说再能够往上顶一顶也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它的第3段内部不够非常饱满，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可以冲到489之后，
再形成一个有力度的回撤。所以这就是针对巴菲特的公司，我们简单分析一下。整体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强势的，对吧？现在连季度的第三段都没有结束的这个迹象，那么它即使季度上第三段结束了，还可以回来，然后碰不到前面第一段的高点的话，还可以有5，对吧？所以说这只有一个大 A 中枢啊，下面的大 B 中枢还没影子呢。你可以想象巴菲特的公司的生命力有多强。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图形是有生命力的，就是说它会慢慢生长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甚至在下面的时候，你不知道它能够长这么高的，因为它是通过一个时间的累积呀。所以说，不长期拿根本吃不到。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对巴菲特的公司简单做一个分析。我们看一下大盘。那么大盘的话，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月线上，现在月线上影线稍微有一点偏长，对吧？现在月线上也没有顶纹型，想要出现月线顶纹型，需要打掉上一个月的低点，也就是5773，打掉这个低点之后才能够，也就是下个月，如果说打掉它的话，可能会形成月线的顶纹型。当然了，因为现在这个月线这个 K 线，马上面临这个下一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周，就是英伟达的财报会可能带来一个冲击，看看是继续能够向上延伸呢，还是说形成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然后 K 线的比如说是个大阴线，如果说收成一个大阴线，上面是一个很长的上影线，然后如果然后还把上一个月的 K 线全部覆盖了，那就非常非常空头，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英伟达财报带来这么一种状况的话，我们就要注意，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顶。但是如果说英伟达财报或者说它对后期的一个展望还是非常乐观的，那么这个还能继续往上冲一冲，意味着这个上涨还没结束，对吧？所以说，至于怎么样走，我不知道。很多人，这个或者很多你会发现很多群里面或很多论坛里面，很多人会问：哎呀，这个图形怎么走？那个图形怎么走？那个股票怎么走？那个股票应该怎么看？谁知道啊？没有人能够预测的，这都是预测。很多人就想：哎呀，你给我预测一下，这个是上涨还是下跌？你管它是上涨还是下跌呢？你只需要把它后期的可能性都分析出来之后，你就等它选择就好了。很多人不懂这个缠论的完全分类，不测而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通过你的完全分类和不测而测之后，你就没有预测的思维了。你不去预测，怎么走都行，怎么走我都有应对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月线上，我们知道了要看什么，有什么临界点，有什么关键的点位我需要观察的，对吧？你要知道它的这个每一个改变，它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然后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个次级别我们之前在这个盘中做解盘的时候说过几次，3491这里有一个大 A 中枢，然后它有3段了，现在这个位置是在我这里的话是把这个回落是当成3买的，就这个回落我是当成一个3买，针对下面这个中枢，然后出现3买之后又打了一个高点，出现了盘整背驰，周线上我现在看它是有盘整背驰，对吧？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里面有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是没有5根 K 线，因为一笔的回落最少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需要5根 K 线。那么你这个经过包含处理的话，它是不够5根的，那就在你的系统里面，就是说你如果说用的那种是不需要用递归的那种，只需要非常非常干净的、非常非常完美的那种条件下的话，或者说非常严格的条件下的回落成比的那种，那你就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对吧？你只要选择了一种系统之后，延续下来就好了，你不要换。我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那就不好了。那么既然我在我的选择里面经常用这种递归模式，为什么这个可以当成一笔，当成3买，而前面这个不可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呀，它这个高点是在第2根 K 线，它是这么一个后包含关系。如果说它是一个前包含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会把这里当成一笔，当成递归的一笔了。但是这个是它是一个后包含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是有区别的。在我的个人习惯里面，这是我的一个分析方法，对吧？我也很经常使用这种。那么现在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周线的一个背驰状态，那么这个完全是可以结束了。
它从3491到这个6147，结构很饱满，一个大中枢，然后一个离开多尔还带背驰的，这个结构可以结束了，一个盘整上结束没有问题。当然，它也可以不结束。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它后期的，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大中枢，跟下面的结构一样，这是 A， 这是 B。做完大 B 中枢之后，可以继续上，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走反向，啪一个跌破这个5773，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到这个类中枢里面，还形成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位置，这就是走反向了，对吧？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中枢形成中枢之后继续震出9段来，那么这是一个大 A， 但是呢，因为这个9段是升级的，那么就变成了前面所有的这些都变成技术段，然后这里是一个9段升级的中枢，可以继续往上涨，这是后期的几种演变。不论它怎么选，都需要有回撤一笔，你发现没有？无论是要在这里继续震，还是说要走反向，都要先有回落呀。你这里必须要有一笔回落。我现在就看它这笔回落的位置，我现在就看它是不是要快速杀掉5773，还是说杀掉5773之后，它的内部非常饱满，可以结束了，那你就没有下跌的动能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现在它回落的位置。那么这段，因为现在看的是周线的这个回落，我们可以先测一下这个空间，从这个最高点到5773，6%左右的空间，对吧？对指数来讲，6%现在并不大，但是呢，你要可能牵扯到个股上，指数跌6%或5%，那个股的话就10%、20%以上了，那就相对的比较大了。就针对个股的话，可能它的那个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你就看一下你能不能够承受。如果说20%、30%你承受不了，那你就需要做一个相应的减仓动作，因为你在高位不减，那低位回来的时候你就没法加呀。你这个位置不减，下来猛加，那你如果说一旦判断错误，它继续往下走的话，那你的仓位越来越大，你的心理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说你在上面的时候，宁可卖错也不要买错。你在这个位置，宁可去减仓，减错了都没有关系。那毕竟你的判断错的可能性也就50%嘛，对不对？就跟这个去赌场一样，你错误正确率也就50%。所以说不怕卖错，你宁可卖错也不要买错。那么现在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回落了，那就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5773到6147这段的内部。哎，看它这个内部，这就是我们经常分析的每天周二、周四的解盘3段，发现这有3段，而且呢，这个高位正好在一个0.018，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一个位置，一个黄金分割的0.018，也就是说，这第3段上涨的空间是前面这段的0.018的位置，对吧？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工具都会用。那么在周四我们做盘中解盘的时候，当时出现了顶分型，已经做过提示了。那么就看它现在这一笔，昨天周五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落。那么你有没有在出现顶分型的时候做动作？这才是关键，而不是说在周五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杀的时候，在这里减仓，在这里去割肉去，对吧？一定要去看一下你在当下的时候是做的一个什么选择，而不是去后悔。那么现在周五的出现了一个1.17%，1.71%的一个下跌，这个杀的还是非常狠的。就看它现在这个后期关键点位在5923，就杀它的位置就是力度。这个如果说快速杀，可能要踩一脚120天了，对吧？如果说这个英伟达的财报非常不好的话，可能就要杀到200天，那这个基本上就走反向了。可以一个反弹不回到这个类中枢里面，可以直接走反向，那就空间就大了，对吧？所以说，英伟达这个财报还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 PC 数据，下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决定了这个市场是要在这里继续震，还是要大幅的一个回落。其实是对这个，尤其对周线上已经这么饱满的一个结构，对它其实是一个考验。所以说，千万注意，如果说真的要跌破5773，如果说它这个次级别的力度又非常快的话，那这个位置要做应对，就是宁可先出来都不能拿着，因为下面的空间太大了。一旦这个泡沫破裂的话，空间太大，这个损失还是这个回落还是能避开，还是需要避开的。
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就简单，这指数的话说这么多，然后再看几个，因为其他的个股的话，我们在周五做直播的时候分析比较多，我们就简单看一下这个震荡指数以及这个比特币。那震荡指数的话，在这些位置我们都一直说，它这个是在做中枢震荡，然后，和所有的位置都是二买，针对前面的这个12.7的话都是二买。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涨了16.42%，对吧？然后又是我一直说它是趴在零轴附近，它是趴在零轴附近起来的。那么也就是为什么它的杀伤力这么强，因为一旦出现大幅指数那边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很多人就去买这个期权做对冲，才会出现这种快速上拉。而且现在周五是收在了120天和200天之上，发现没有？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张口能够张大的话，如果又拉到零轴以上，那这个就后面就空间就非常大了。那指数那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幅下杀，所以说要严重密切关注一下这个 VIX 的一个表现。有能力当然也可以自己去买一些期权做一下对冲。好的，那我们再简单看一个，最后看一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现在其实没有太大的方向。我们一直分析从49000这个位置，49000这里下面一个中枢，然后现在在做第二个中枢的中枢震荡。那么它现在看，这是如果说这是进入段，这是1、2、3、4、5、6、7，第7段形成之后啊，它之后的反弹都不够比，之后的反弹都不够比，它是次级别里面在这里一直震，次级别4小时上有2个中枢在这里一直震，所以说它也可以再次跌破这个91178，意味着这个段的延续。它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均线，我们看一下裸 K， 发现没有？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120天均线在这里，现在基本上是踩了一脚这个。如果说能够踩了一脚这个之后的话，能够通过得到一个中长期的人支撑，能够往上走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 MACD 也是开始这个在零轴附近、零轴以下，然后开始出现交叉。如果说能够张口张大起来，这样的话就有希望再去尝试突破前面这个历史最高点。主要还是看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出来。毕竟这波大涨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要搞这个一些，不知道是主权方面的基金要买比特币还是怎样，就是具体的东西还没出来，所以造成他现在，很多机构都是一个观望状态，对吧？那么，你能够做这个针对最后这个中枢做中枢震荡的话，当然可以了。没有的话，你就拿着手里的 ETF 就好了，对吧？不要去搞这个什么期权交易，或者说这个合约交易，那个很容易爆仓。一旦你不能够控制的好的话，很容易爆仓。就买 ETF 是最简单的，长期看好的话拿着也没有问题。所以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了，再见。